大早起床打開股票 App， 發現股票就是一片紅，那時候的反應可能就是為什麼今天大跌了？但如果股票是一片丑綠轉綠的話，你有可能想說為什麼今天上漲了？戰爭、關稅、通膨、利率、美元、油價、恐慌情緒一起變動的時候，身為股票投資人，我們應該要先看哪些訊號 ？Hello， 大家好，我是 Alex， 歡迎來我的頻道。在投資股票的時候，可能有相關的經驗，就是一大早起床打開股票 App， 發現股票就是一片紅，那時候的反應可能就是為什麼今天大跌了？但如果股票是一片丑綠轉綠的話，你有可能想說为什麼今天上漲了？我說我是美股，那台股就是另外的顏色。这個時候你往新聞一滑，就會發現其實不是某一家的財報暴雷或是暴漲，有時候其實是更多上游的東西在動。很多時候股價不是直接自己跌，而是上游的訊號改變了。所以今天這支影片，我想要帶你用真正會遇到的場景來看戰爭、關稅、通膨、利率、美元、油價、恐慌情緒一起變動的時候，身為股票投資人，我們應該要先看哪些訊號？那整理完這些訊號之後，我會用 Mail Run Computer 做一個 demo， 把這些指標變成每日市場的2分鐘報告。它會在市場開盤前、盤中、盤後自動打開雲端瀏覽器，抓取這些數值之後，整理成一個報告，寄到我的 Telegram。先來跟大家用一個生活化的比喻，就像是你今天早上起床拉開窗簾，發現外面是大晴天，那個時候你可能就想說，那今天應該不需要帶傘吧？可是呢，如果你那時候有打開天氣預報的話，就會發現下午其實有90%的幾率會下雨，而且還有雷雨警報。那這個時候就知道說，窗外的晴天不代表下午不會下雨。這就是我覺得 K 線，大家在股票常看的 K 線，就像是你現在當下看到的窗外天空。但是那些宏觀指標、情緒指標、債券的殖利率、美元、油價這些比較像是上游的訊號，可以把它想象成是一個天氣的預報。如果只看 K 線的話，你可以知道市場現在在反應。但是如果去看那些宏觀還有情緒指標，會去知道說市場是為什麼會有這些反應，而且接下來會有哪些的壓力正在累積。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我覺得可以去看的10個指標，分成以下的4組。第一組市場的結構訊號，第二組是關於市場的宏觀訊號，第三組是市場的資產互動訊號，那最後一組是關於市場的情緒溫度計。那我們先來看看第一組市場的結構訊號，可以來看就是融資餘額還有各種的技術指標。在今年的5月呢 ，Margin Debt 達到了 1.4T 歷史新高，那月增呢是 8.5%， 代表呢就是市場開啟了非常高的槓桿。這個時候代表市場是極度的樂觀，但同時呢也增加了融資追繳然後會去引發這個連鎖拋售的風險。大家在看這個數值的時候是看說，這個市場大家到底開槓桿的情緒怎麼樣？是不是太多人在借錢買股票了？但是槓桿呢，這個數字不能單一來看，那你同時可以去看的就是搭配技術指標來一起看，尤其是50日還有200日的均線，可以去觀察短期跟長期的趨勢。這就是經典的技術分析。黃金線就是50日線穿上200日線呢，通常被稱為就是黃金交叉，但如果是往下反穿的，代表就是這個死亡交叉。另外，大家也會常用 RSI， 然後來判斷是否超買還有超賣。70以上呢，往往被判斷為是超買；那低於30呢，往往是被判斷為是超賣。另外呢，也可以來看 MACD， 可以看快線是否突破0軸。那這個時候你就可以判斷這個動能有沒有由弱轉強。2022年升息的期間 ，NASDAQ 從高點跌了37%。在這種大趨勢呢，不只會反映在我們之前講的殖利率美元指數等等，也可以透過這些均線還有動能指標來觀察市場的走向。這個數值呢，你可以去觀察的參考買點呢，如果是融資的餘額每個月增超過5%的時候，而且已經到達的歷史高位，代表就是這個市場過高，而且風險比較偏高。但是反過來，如果是融資月減10%以上，而且是 RSI 跌至30以下的時候，那這個通常是恐慌性去槓桿的底部訊號，就是可以從2020年的3月呢，這個數值從5000多億降到4000多億的時候，隨後呢市場就出現了底部而且同時那時候均線也出現了死亡交叉 ，RSI 低於30，那這個時候就從歷史上的角度來回測，這其實是你可以中長期布局股票的算是比較好的買點時機。聽起來有點玄學，但是尤其是這1-2年有投資股市的，應該是非常有感，就是 KOL 或是川普的政策發言會影響股市，尤其是日內的震盪會非常的大。那這個時候呢，其實你要去觀察的就是你要去區分這個推文究竟是情緒的推文呢，還是一個實際的命令。像是去年4月的時候，川普解放日的關稅就是一個很好的案例。當時對中國，他宣布要徵收120% 的關稅，通用關稅是10%。那個時候 SP500 呢一周就跌了12%，VIX 飆升到50幾。但是低點之後呢，6個月 SP500 就反彈了35%。重點呢就在市場後來怎麼樣去重新定價政策來衝擊緩和的可能。所以大家去看這些推文、訪談、KOL 發言的時候，你可以先去把這當成一個對於股市的情緒衝擊。但是呢，你真正要去
看那個基本面的變項，可能要去看一些是否有真正的行政命令啊，或是公告等等。那這個時候可以去正式參考的買點，就是正式的行政命令還有關稅公告的發布一周，比如說市場可能急跌了8%，像是2025年的4月一周跌了12%，而且 VIX 同步超過了40%，歷史上逆向投資者就會開始分批的觀察，然後甚至買入。但是之後你要去觀察，就是這些政策有沒有後續的緩和談判的跡象，或者比如說大家應該知道一個最近大家都有聽到的詞叫做 TACO Trump Always on Checkout， 就是這個東西究竟有沒有緩和，川普究竟有沒有反悔，有沒有變膽小，這些都是大家再去注意股票市場，我覺得都是一些可以參考的指標。那第二組呢，就是要來看所謂的宏觀訊號。宏觀訊號呢，第一個我們要來看的就是美元指數 DYX， 這個指數代表什麼意思呢？就是美元走強的話，代表全球資金偏好美元，可能會對於美國的跨國企業的海外獲利造成壓力。很多研究呢會把這個跟股市的走向呈現反向的關係，指出如果美元走強的話，其實是不利跨國企業來獲利的。最典型的案例呢是2022年到2023年的升息循環，Fed 的利率呢從0% 到0.25%，升到了5.25%到5.5%。这個同時在2022年的9月呢升到了114.78%。那同一個時間呢 ，Nasdaq 從2020年11月的高點呢到2022年的12月跌了37%。美元快速走強的時候呢，風險資產通常會比較辛苦。那美元開始回落呢，代表科技股還有新興市場會有比較多的喘息空間。可以參考的買點就是若急速衝上110，並且開始回落的時候，風險資產像是新興市場或大家常買的科技股呢，歷史上容易出現反彈。比如說2022年那時候升到114之後回落，那 SP500 呢隨後就在2023年的全年大漲了24%。第五個可以來看的呢，就是美債的殖利率還有殖利率的倒掛。這兩個有分成兩個數值，一個是2年期的殖利率，還有10年期的殖利率差。那這個呢是可以來看影響市場估值還有資金流向的重要變數。而且呢，就是這個2年跟10年的數字在歷史上常常被用來觀察有沒有經濟衰退的風險。這個數值對於 Nasdaq 這種成長股比較高的市場來說，10年的利率非常的重要，因為殖利率越高，代表未來的現金流折回今天的價值就會越來越受到壓抑。2020年 COVID 的時候，10年的殖利率在3月9號呢盤中跌到了歷史低點0.318%，反映了就是那個市場呢這時候急着要去買避險資產。到了2022年、2023年升息循環的時候呢，10年的殖利率最高來到了5.02%，那2年跟10年的殖利率倒掛，而是在2023年的7月到了-1.08%，是1981年以來最深的這個差距。可以觀察的買點呢，大家可以就是參考，如果10年的利率在4.5%到5%高位震盪，而且開始轉下的時候，歷史上嘗試科技股還有成長股的相對買點，可以來看2020年10月升到了5.02之後呢 ，Nasdaq 2024年大漲了24%，但是殖利率倒掛結束後呢，轉正的6到12個月要特別小心，因為歷史上表示這個時候常常之後會出現衰退的風險。第6個是要來看一下，就是關於總體的經濟數據組合包括了 CPI、非農就業還有 PMI 這3個數據。大家常常聽到的像是 GDP 啊、CPI 還有非農就業呢，它就歸在於比較宏觀的經濟指標。核心的原因呢，因為它們反映了經濟的增長還有通膨的壓力，那這個會影響聯準會利率決策非常重要的數字。同時呢，你也可以去看 PMI， 這是一個觀察企業活動究竟是擴張或是收縮的補充的訊號。那這組指標呢，在2022年到2023年之後呢，影響了股市非常重要，因為那個時候市場每天都在問同一件事，就是通膨有沒有降，就業的市场怎麼樣，那 Fed 還要不要繼續升息？那當這個時候就是 Fed 它的利率呢從0.25% 升到了5.25%，然後到了5.5% 的時候呢，股市其實不是在看升息本身，而且是看 CPI 啊、非農還有 PMI 會不會讓 Fed 呢有理由停下來。這幾個數字呢，你可以觀察的參考買點就是在 CPI 月增率連續2到3個月回落到0.2% 以下，市場在這個時候會開始定價，就是會有降息的預期。那降息的預期對股市比較偏正向。那 PMI 跌破45以後開始回升，歷史上這常常是對應的景氣反轉的底部。那這些數據不是只要 focus 在單月的數據，而且是要看連續的趨勢。第3個部分就是要來看一下資產的互動訊號。第一個可以來看的就是油價，可以看的數值包括 WTI 跟布蘭特原油。油價之所以很重要，因為油價就是會去牽動通膨預期，也會影響到消費支出還有企業的成本。研究有提到呢，就當油價持續處於高位的時候 ，SP500 往往面臨的就是下行的壓力。所以我們來看2026年呢，今年的第一季市場觀察，高油價的推升就推升了通膨的預期，然後壓抑了消費的支出。所以第一季的時候 ，SP500 那時候是下跌了4%。油價在危機裡往往就是最直接的壓力表。在2020年 COVID 的時候 ，WTI
WTI 在2020年4月的時候跌到了37塊錢，但那個37塊錢並不是便宜，而且在那個時候其實是需求崩掉，然後庫存爆掉的訊號。2022年烏俄戰爭的時候呢，原油價格衝到了139塊錢，然後2025年川普關稅當天 WTI 單日跌了將近5%。最近發生的伊朗戰爭的時候呢，原油價格一個月從73塊錢漲到了超過120元，單月的漲幅超過了50%。那你可以參考的買點就是 WTI 呢，如果跌至60以下，而且 OPEC 有減產訊號的時候，通常是你可以觀察能源股還有整體市場。那如果油價單月暴漲30%，比如說2022年的烏俄戰爭、2026年的伊朗戰爭，然後出現反落，這個反而是會有高通膨的壓力高峰的訊號。接下來可以看的呢，就是黃金跟比特幣的價錢，特別是要來看黃金跟比特幣之間的分差。很多人說比特幣是數位黃金，但是最近的市場有發現，在2025年底的時候呢，黃金創下了1979年來的最大漲幅，但是比特幣呢，卻因為流動性的收緊，從10月的高點回落了30%。這就顯示了散戶可能把黃金更視為是避險的錨點，但是比特幣呢，卻更偏向風險資產。所以在看如果地緣政治升高的時候，黃金通常會是大家去買的標的。在2022年烏俄戰爭的時候，黃金在3月多的時候呢，來到了2000多塊錢左右。那到了今年呢，伊朗戰爭的時候，黃金的價格呢，甚至一度到達了5300多塊。那如果黃金強，比特幣偏弱呢，代表就是市場比較偏避險，那流動性的壓力比較高。但如果黃金還有比特幣都強的話呢，那你進一步就要看就是美元的走勢啊，地緣政治還是關於流動性寬鬆有沒有任何的影響。在這裡可以觀察的買點就是黃金如果快速拉升，比如說我一個月漲到了10% 以上，那同時呢比特幣也上漲，那代表避險啊還有流動性呢雙重的驅动。歷史上往往就可以在這時候看到股市往往是在底部的附近。但如果黃金比較強，但是比特幣弱的话，代表市场仍然是想要避险，而且流動性比較低。这時候呢就不应該貿然的去追高或是買入。最後一個族群呢，市場情緒溫度計。第一個大家可以看的就叫做 VIX， 很多人把它叫做恐慌指數。恐慌指數衡量的是 SP500 未來30天的隱含波動率，也就是市場預期接下來會不會劇烈震盪。VIX 的走勢通常跟股市呈反向關係，當 VIX 大幅上升，常常伴隨着股市下跌。那其中如果 VIX 數值大於40，常常會被解釋為是一個極度恐慌，然後市場可能會出現斷崖式下跌的訊號。那為什麼 VIX 值得看呢？我們來看2020年最經典的案例，那個時候 VIX 在2022年的3月16最高達到了82.96，那個時候呢 SP500 呢從2020年2月的高點到了3月23號到低點，瞬間就跌了33.9%。那另外呢，我們來看就是去年4月川普解放日關稅，市場一周跌了12%的同時 ，VIX 呢飆到了52.33。今年也就是前幾個月的伊朗戰爭的時候呢 ，VIX 的峰值呢來到了31.62。那 SP500 的單月呢下跌了5% 左右，納斯達克指數呢也進入了修正。那這個 VIX 該怎麼判讀呢？並不是看到說 VIX 高你就立刻去買，也不是看到 VIX 低你就放心的 all in。比較好的方法就是我會把它當成一個市場的溫度計。VIX 很低的時候呢，市場可能太放鬆；VIX 快速上升的時候呢，市場可能再重新定義風險。那 VIX 極高的時候呢，恐慌很強，那有可能會進入這個極端的情緒。這邊呢有一個可以參考的買點，就是從歷史上的數據來回測呢，如果 VIX 突破30，而且開始回落的時候，市場呢通常是接近現階段的底部，像是 COVID 時期的 VIX 的82左右之後反彈，2025年關稅呢 VIX 到52的低點之後呢，6個月 SP500 呢反彈了35%。那所以大家就說，如果是 VIX 大於40以上呢，就是一個進場的好時機。但是如果你想要進場的話呢，必須要搭配其他的指標來確認。第二個呢，就是跟 VIX 很類似的 Fear and Greedy Index。這個是一個 CNN 會發布的一個數值。這個數值呢，它不只是看單一的數據，它是把7個指標合在一起，包括了市場動能、股價強度、股價廣度、Put Call Ratio、垃圾債券需求 VIX 以及避險資產需求。那它會把這個 index 呢分成0到100分，分數越低代表越恐懼，分數越高代表越貪婪。所以我們再來看一下2020年 COVID 的時候，這個指數一度在3月12號的時候達到了最低點是2分，也就是市場情緒被打到這個地板的狀態。這個時候呢，你就是發現大家都非常的恐懼，但是你自己也要小心，說是不是自己會被這個情緒左右。那如果大家都要貪婪的時候，你就要想說，這個樂觀呢有沒有被相對應的基本面來支撐。同樣呢，這個 Fear and Greedy Index 呢，你可以來參考，就是如果分數下跌至25以下，那就是一個恐懼區。那歷史上呢，多為這個短線超賣。2020年的3月是2分，那之後呢 SP500 6個月反彈了60%，分數跌至10以下呢，代表就是屬於這個極端恐懼。那在這時候呢，就可以加大你的注意力，但是不要當成單獨
讀購買的訊號。第三個要來看的就是 put call ratio， 也就是賣權跟買權的比例。這個比例呢，就是如果這個 ratio 呢大於1的时候，通常代表看空的情緒比較濃，甚至可以代表就是市場比較接近底部，大家可以列為這個市場情緒跟對沖壓力的指標之一。簡單來說，put比較多的話，代表市場避險，看空需求升高；那 call 比較多的話呢，代表就是市場追漲，那看多的情緒比較強。它跟 VIX 還有 Fear and Greed Index 一樣，它不是一個交易的按鈕，它主要是這個市場的情緒溫度。當市场因為戰爭啊、關稅或者升息事件大跌的時候呢，你可以去看這個 put call ratio， 確認現在是真正的恐慌呢，還是價格就只是在短期波動。可觀察的參考買點就是比例上呢，如果超過 1.2% 的時候呢，代表歷史上空頭情緒過度，市場呢往往會在數周內反彈。那如果超過 1.5%， 更是更強烈的逆訊號。好，那說了這麼多，你會想說，哇，以上講了這麼多不同的數據，如果我每一天都要開這麼多不同的網站啊，它甚至很多還是英文網站，我還要自己去解讀，我要自己去分析這些數值代表的意義，就怎麼可能大家每一天都有這些空？所以呢，我今天要來 demo 用這個 Millrun AI 工具幫我做出一個每一天都能自動推送市場宏觀指標的一個非常好用的 Millrun Computer。那现在給大家看一下，就是這次我的成果。今天呢是7月2號，現在已經是盤後了。那我的這個 Millrun 的 bot， 他就寄給我一個今天的盤後解讀。我會叫他先給我一個今日的重點解讀。他說，今天的半導體 SMH AI 的硬體類股受到比較大的承壓，其中包括了 New Cloud 還有被動元件這兩個族群跌得特別多。那他這邊也有幫我去整理，就是我們剛剛講的那些宏觀的數值，像是 VIX 美元指數，然後10年的殖利率、2年的殖利率、利差跟 CNN 的恐懼指數等等。那這些我覺得就是非常的一目了然，就代表我就其實不用每天都去辛苦的爬那些數字。接下來他還有幫我去分析完整的技術面。那我這次是教他做一些整體的股市大盤還有常買的一些 QQQ SMH 的分析。我也叫他幫我去分析了 AI， 因為我最近買了比較多 AI 科技股板塊，也是剛好就是10個不同的收盤表現。那我在這邊就可以看到出來，他會給我上啊下啊這樣的趨勢，也會告訴我說，今天有沒有什麼財報會公布之類的，也會去告訴我說，就是這個大宗商品還有加密貨幣。所以我覺得就是每一天，如果你身為股票投資人，不是說每一天都一定要去很 active 的交易，但是我覺得有這個算是每天他會寄給我一個盤前、盤中、盤後的快照，我覺得會對我自己更加了解股市到底今天是不是應該去操作，或者說，如果真的有比較大的波動的話，我應該要怎麼樣去處理我之後的股票配置。那講了這麼多，大家應該會很好奇，說這個 Telegram bot 是怎麼做出來的？我現在呢就 Millrun 帶大家實際的 demo 一下。Millrun 它有內建了很多不同的功能，那如果你只是想要把它單純當做一個聊天機器人，也非常的 OK。它同時可以幫你分成圖片啊、影片啊，甚至可以幫你制作遊戲、做网站等等的。但我今天主要來跟大家分享的是剛剛做的這個 computer 的功能。所以我們先來看一下我給 Millrun Computer 什麼樣子的 prompt， 它可以去幫我做出剛剛的分析。我跟他說我追蹤的標的、我想要的架構、什麼時候記、盤中、盤前、盤後解讀的規則等等，然後我有分盤前啊、盤中、盤後我想要看的不同的指標、數據來源等等。那我覺得 Millrun Computer 它還有一個很好的地方，就是它可以去連接你的各個不同的賬號，而且呢，它這些都是跟之前常知的這種 workflow 的 agent 呢比較不一樣。大家比較熟知的像是做 NAN 之類的 ，NAN 就你要去 drag and drop， 但是使用 Millrun 的好處就是它完全是一個 chatbot， 基本上你就可以用全語言的來跟它溝通。那剛剛 demo 關於就是美股的 Telegram bot， 現在想要帶大家來實際做一下，如果是有在投資台股的觀眾，你可以用什麼樣子的方式來監控台股？那我現在就是讓他用剛剛我原本的架構去寫一個，如果是想要買賣台灣股市應該怎麼樣看？這邊就是他給我的完整的 prompt。那第一個就是看到就是追蹤的東西變得不太一樣，像是比較多什麼 PCB 啊、基板啊，然後電子代工等等，都是一些美股沒有的標的。那它這個可以告訴我，就是一些如果你想要追蹤台股，你要看一些什麼樣子的不同的東西。台灣每個月都會有就是法說會啊、重大公告等等的，這些都是可以去看的東西。然後呢，因為台股跟美股的時間不太一樣嘛，所以它也會同時呢去看美國的漲幅。那我現在覺得，這感覺還不錯。但是我現在說我想要寄 email 嘛，就來看這個 Millrun Computer 怎麼樣來幫我改成寄 email 的形式。請把以上改成用 email 寄給我。现在呢 Millrun 呢已經幫我跑完了台股的分析，已經寄到我的 email 了。我們就來看一下它怎麼樣來幫我分析的吧。今天是美國時間的7月2號5點多，所以台灣應該在1個小時之後就要開盤了。我覺得如果有這個東西我也會蠻方便，因為有時差嘛，所以我可以找我台股大概要怎麼樣去布局。那它就是一樣是給了我跟美股很類似的重點解讀，尤其是大家最關心的台積電嘛。他說台積電的 ADR 跌了2%，就是有可能告訴我說，台積電台股的走勢是不是也會往下？同時告訴我費城半導體的指數下跌了5%。
個 percent， 代表就是半導體的板塊來做了承壓。所以呢，這邊也告訴我說，這個大盤台積電的大盤指數，那美股的聯動會去參考，主要會告訴我就是台積電的技術面等等的。加權指數它就沒有給了，它有給一些台灣比較會去看的，就是相關的科技產業鏈。我覺得蠻一目了然的。就如果我每天在盤前呢，或是盤中盤後，所以我能有這樣子的 notification， 我覺得非常方便。Mail Run 的好處就是基本上你是不需要煩惱任何的部署，然後寄送等等的東西，因為呢它的東西全部都已經在 Mail Run Computer 的環境裡面建置好了。那當然你也是可以去做很多的自己的 customization 啊等等。我覺得有這個東西不是說叫 AI 幫你去做任何關於就是股票的投資的建議。像剛剛以上分享的10個指標，是想讓大家知道就是在股市變動的時候，我們能夠怎麼樣去比較的气定神閒呢？就是你知道這些指標之後，你就比较能夠清楚的知道說為什麼股市會漲，為什麼股市會跌。那如果你想要操作的話，你要怎麼做？那相信大家都可以用 Mail Run 創造出專屬於自己的股票的交易提醒機器人。如果大家對於使用 Mail Run 有興趣的話呢，也可以看資訊欄的連結。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希望大家喜歡今天的影片。喜歡的話呢，也要訂閱、分享、按讚、留言，告訴我大家覺得這些指數覺得哪一個最有用呢？那我們就下次影片再見啦，拜拜。